瓜子泡茶听 iPhone 第6集隐私，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给大家做一期加餐啊。这个加餐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我们前2期的节目，看到了大家的一些评论，觉得有必要把前2期还有那么一点点没有聊透的内容，再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我们的通行密钥和 HomeKit 这2部分的内容。首先我想聊一下通行密钥吧，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内容啊。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再次去强调的是，通行密钥这个功能虽然是听起来非常棒的一个功能，但是呢，要想使用它有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个先决条件并不在我们的用户手里，而是在 App 手里或者在网站的手里，也就是说在公司手里，在你给你服务的那个对象的手里，也就是说你要使用的 App 或者要访问的这个网站，它得去开通或者为你打开这个通行密钥登录的这个功能，然后你在登录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用通行密钥登录的这个按钮。所以这期节目并不是说，听起来讲的这么好呢，我也想用啊，怎么用呢？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是看不到啊，因为你使用的 App 或者是网站它不支持，所以你就看不到。如果是支持的话，应该在登录界面的下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啊，通常是在登录按钮的下方，会看到通过通行密钥登录。有些可能你访问境外的网站呢，它并没有把通行密钥翻译过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词。那我猜的不错的话呢，通行密钥这个翻译应该也只是 Apple 自己这家公司给它的一个中文的翻译，至于说是不是一个全球通用的简体中文的翻译版本，这个我还不确定，反正我自己是遇到过啊，即便这个网站它是支持中文显示的，那它同时也支持通行密钥。但是在登录界面上，你将会看到的是没有翻译的英文的通行密钥，也就是说，它会这么写，它会写通过 Passkey 登录。我念的是中文，它写的就是中文；我念的是英文，它写的就是英文。就是 Passkey 它并没有翻译，它直接就是用这个英文的来取代了。那这个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方式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要网站跟 App 支持才可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声明的，因为看到有人问了2遍啊，在这个留言当中。那第二个呢，就是通行密钥是可以和密码同时使用的。可能有一些网站或者 App 它可能还不支持仅仅使用通行密钥，它还是要让你先有一个用户名跟密码，之后在你第2次再登录的时候，或者在以后再登录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通行密钥了。但是呢，注册这一步它可能还是少不了，因为我目前使用通行密钥登录的服务都是我曾经注册过的服务，我还没有遇到一个是全新的，我第一次用，然后他就让我直接用通行密钥登录的，这个我还没遇到过，所以我也不敢肯定说你一定是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但我当然希望是可以，因为这样的安全性会更高一点。哪怕你没有 Apple 的产品，没有办法使用通过 Apple 登录，也没有办法用虚拟邮箱地址，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普遍性支持，不需要用户名跟密码，直接用通行密钥就登录，这个无疑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了。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因为这2种可能我都没有办法验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一定要先注册好用户名跟密码之后，在之后的登录过程当中，你才能使用通行密钥的方式进行登录。那这又回到我们原来密码的那个话题上去了。如果说你还是要注册的话，那么一样的原理，在你注册的时候也尽量使用隐藏的邮箱地址和自动生成的密码 App 自动为你生成的高强度的复杂密码来去注册，然后注册完之后，第2次以后再登录就可以使用通行密钥的方式了。那你可能又会问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通行密钥还有什么优势呢？我用户名也有了，密码也有了通行密钥好像就跟一个登录按钮一样，没什么太大优势吧？其实还是有优势的。
那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毕竟你登录的时候简单了。虽然我们说密码 App 可以帮大家去记录用户名跟密码，而且能够记录每一个网站、每一个 App 独特的用户名跟密码，用户名都不一样，密码都不一样，能自动帮你记住。那么你下次再登录的时候，只要点击用密码 App 所记的那个用户名跟密码进行填充，再点登录，一般就没问题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点2下？然后你用通行密钥的话，只要点1下就可以了。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就是它毕竟在登录的过程当中还是方便了一点的。那其实除了这个方便，就让你少点1下到2下以外啊，它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安全的这个机制，就是防钓鱼。这个我觉得是通行密钥可能更优于帮你记密码的这个功能了。那什么叫防钓鱼？我们说钓鱼是怎么回事？就是别人伪装一个，比如说大公司的客服给你发一个封邮件，或者给你发个短信，说你点我这个链接登录你的页面，我送你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吧。那然后你一点呢，就容易上当。为什么？因为这个网址是假的，它做的跟这个正牌的网站很像，一般人看不出来。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你看，谁会那么仔细的去对比呀，对吧？那大差不差是那个印象中的那个网站的样子，你就把你的用户名跟密码填进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你填入的是这个独一无二的用户名跟密码，你也有可能被泄露的，因为这个是假的，这个就叫钓鱼。但是呢，如果你用通行密钥登录的话，因为通行密钥是分为公钥跟私钥，它公钥跟私钥是要配对成功才会允许你登录的。然而，如果是一个假的网站，它是不可能存储有你的公钥的。那你只用私钥去配对，找不到公钥啊，那根本就配对不成功。所以，其实用通行密钥登录，它其实隐含了一个背后非常大的安全机制。可能不仅仅是保护隐私这一方面啊，更大的一个安全机制就是防止你被假冒的网站或者 App 去诈骗，有这么一个隐含的功能。所以这一点呢，希望跟大家再做一个加餐补充一下。好，这个是关于通行密钥。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HomeKit 这方面的一些加餐啊。HomeKit 我主要想说什么？因为上一期讲 HomeKit 的隐私，主要跟大家去聊了一些协议啊之类的，那也谈到了一些，如果各位要买一些这个智能家居的配件，要注意哪些内容。那我主要讲的是要看包装上是不是有支持 HomeKit 的标签，或者是支持 Matter 的标签。这个就是会更贵一点，但是私密性会更好一点。但这2天我想了想，其实与其说给大家加餐，不如说我自己想吐槽一下。想吐什么呢？吐2点。第一个呢，就是特别是在国内的很多廉价的智能家居的这个产品啊，不管它是卖到国外还是卖到国内很喜欢用这个蓝牙的方式来进行连接。比如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便宜的那种电灯开关啊，或者是灯泡啊，它都是支持蓝牙的，甚至还有推出一些网关是支持蓝牙的。那这种蓝牙的协议，其实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造价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那我猜测因为蓝牙是这个公开的这个模块嘛，所以它获取来成本比较低，所以它能够价格比较便宜。但是蓝牙的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蓝牙它的传输速度慢，它有延迟，所以如果大家用过这种蓝牙，特别是电灯开关的话，你会发现你按下开关之后，那个电灯的反应，你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它会慢那而且这个蓝牙在传输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功耗的一个问题。当然，这种在智能家居上面你都插电源，这个也还好了。所以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蓝牙，还是喜欢这种无线电波直接传的方式，就像 Zigbee Thread 的这种方式会比较好，和快速连接也稳定，而且距离也长，它抗干扰能力也强。所以我个人不太会选择用蓝牙方式连接的智能家居产品那第二个想吐槽的就是这个 WiFi 的制式了。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家里的 WiFi 分为 2.4G 和 5G 2种不同的频段。那之后我也想出一期
专门的节目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怎么去挑选一个适合你的路由器，那可能就会考虑到 2.4G 跟 5G 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的手机啊、电脑啊，还有 iPad， 其实都是同时既支持 2.4G 的频段，又支持 5G 的频段了。而这些智能家居的产品，往往就是只支持 2.4G， 而不支持 5G 频段的。这个是一个我个人挺不喜欢的。而且有些时候你就是想去找一些能满足你要求的产品，但是你希望它有 5G 网络的支持， 5G WiFi 频段的支持，可能都会找不到啊！我不知道这个现象什么时候才会改正啊？就是原因是什么？肯定还是省成本，想把东西卖得便宜。因为 2.4G 的这个网络，它造价肯定是便宜，而且它的兼容性更好一些。而 5G 的呢就相反。但是 2.4G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应该都体验过 WiFi 信号是有的，但是就是没网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是你离路由器比较远啊，你说你手机突然觉得上不了网了或者特别慢，然后你第一个想的是什么？有没有 WiFi 信号？我们说的是那个，我们抛开这个就是蜂窝的情况啊，可能你在家移动到一个比较远的房间离路由器，那你看一下 WiFi 有没有信号？有的，但是就是打不开。那这种情况绝大多数都是由 2.4G 造成的，因为 2.4G 的频段有2个最大的缺点，第一个就是互相干扰。因为现在 2.4G 这个频段的无线电产品太多了，你的邻居家，还有你家里的无线电话、你的微波炉，基本上全是 2.4G 这个频段的，所以它的干扰会非常严重。那这也就成为了它第二个缺点的伏笔，就它的信号覆盖范围广，但是呢，它实际可用的距离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长。所以也可能是因为干扰的原因，让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长。但是我就非常讨厌这种看着信号明明是有，但是就是不跑数据，就是跟没有网络一样。那你还不如就跟我说没信号算了，我就直接就是想别的办法就好了。那你还有信号，这是干嘛呢？所以就很讨厌，我特别讨厌 2.4G 这个频段这一点。而 5G 网络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的传输速度快、稳定，而且不太会有这个干扰出现。但是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 2.4G 的传输距离远，那可能呢你要多去布置几个信号发射装置啊。那这个怎么布置，具体我们到专门的以后吧，到专门的节目再讲。这个有点跟你手机的蜂窝信号的那个 2.4G 跟 5G 类似。我们还记得国内刚刚推手机的 5G 网络的时候，就是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运营，就是叫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就是要架设比 2.4G 多得多的那种小的 5G 的基站啊，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啊。5G 网络其实就哪儿都是好，就是有一点就是成本比较高，它的硬件成本比较高，但是这已经是无疑是都不是未来的趋势了啊，现在已经是往这个方面走。但是由于智能家居产品也许出货量还不高，还没有被那么大多数的人去认同，只有一小部分科技爱好者先用起来了，所以他为了可能打开这个市场，要把价格尽量的卖的便宜一点，所以就不放这个 5G 网络。但是其实这会给用户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如果我家的路由器已经是 5G 网络，甚至我的路由器是同时发射 2.4G 跟 5G 的这种路由器，那我买到那种仅支持 2.4G 的智能家居产品，我可能遇到的状况就是无法连接跟配对，甚至无法使用。这是我真实遇到过的场景，非常的烦人。最后怎么解决的？只能到路由器里把我的 5G 频段关掉，然后这个智能家居才能跟我的网络连接成功。然后连接成了之后，我再把 5G 频段打开，非常的讨厌。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进行一些吐槽吧。如果这个观众当中有一些智能家居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这个咱们也可以共勉之。如果你最近要买一些智能家居，或者未来要买一些智能家居，我觉得这些参数的参考，你是一定要在购买之前看看清楚的。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我们下期再见。